嫁进侯府7年，人人都说我嫁了世间最好的男儿。直到今晚，我撞见我那贵为侯爷的夫君抱着别人的牌位，哭得像条狗，还要毒死我，用我全家的命去祭奠他的心上人。侯爷，您注意身子。管家，算算日子，夫人喝的那药是不是还剩1个月就发作？侯爷，就这几天了。好，等他毒发，直接扔到京郊那块荒地去，再把明烟迁进我谢家的祖坟，做一块主母牌位供奉起来。阮家通敌的证据我已经递到了御前，生前我没能护住明烟，死后我定要给他主母的尊荣。这是南征欠他的，那就让阮家满门来还。装了7年，谢玉州，若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小姐快醒醒，太后娘娘赏赐的嫁衣送来了。太后赐的嫁衣，我没死，我回到了定亲这天。小姐别愣着了，武安侯世子马上就要过来了，赶紧起床梳洗吧。上辈子就是谢玉州带进府的那个小表妹，偷偷穿了这件御赐的嫁衣，太后亲赐的嫁衣却被一个小丫头穿在身上，传出去可是杀头的大罪。我冷着脸让她脱下来，她含着眼泪脱下后，当晚便悬梁自尽，留下遗书说不堪受我言语之辱。谢玉州表面没什么，内里却恨毒了我，恨到要用我阮氏满门的命来偿。把嫁衣收了，去拿母亲新给我做的那套流仙裙，给我梳妆。小姐，您终于开窍了！放着这么俊的脸，成天穿得跟个姑子似的，今天非得让世子爷看直了眼。想踩着我阮家满门的白骨上位，谢玉州，这辈子我让你们全家下去陪他。明烟寄人篱下，她性子敏感，你若穿得太华贵太漂亮，她难免会多心。你出身国公府，自有金尊玉贵，即便没有这些身外物装点，谁又敢轻视你？姐姐的心意真多，若是我母亲还在，定也会给我置办衣裙。可惜我没有这样的福气。南征性子沉稳，最适合做当家主母，明烟却像个孩子一般长不大，真是调皮。表哥不是说明烟不用长大，一辈子都只做你的小妹妹吗？这样的戏码上演了千百次，我却蠢的以为只是兄妹之情。我的真儿早该这般打扮了，何必要听那个谢玉州的？他不过是哄着你，把好东西都让给江明烟。你这傻丫头，被卖了还帮人数钱呢！女儿想通了，以后女儿每日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我可是阮家嫡女，当得起这世间最好的东西。这就对了，镇国公府的女儿不用受任何人的委屈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若非你父亲不愿你嫁入皇家，我女儿就是皇子妃也做。谢玉州，前世我为了你收敛锋芒，今生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高攀不起。是说这句话。往日总觉得南征这孩子性子静，打扮的也素，今日这一穿戴，才是国公府嫡长女该有的气派。他一贯喜好拿捏我的温顺，如今看我这般架势，只怕是心里有所不愉了。
明烟今日穿的素净，你这般打扮，岂不是故意要扎他的心，让他又想起早亡的双亲？就是这张脸，前世陷害我阮家通敌，害我满门抄斩。世子这话好没道理。今天是我阮家的好日子，难不成还我披麻戴孝来全你表妹的哀丧？下聘之日带个孤女来，已是不懂规矩，竟还敢指责正牌未婚妻！你胡搅蛮缠！我是大皇子伴读，他平时最忌奢靡。你这么做，要是传到大皇子耳中，岂不是显得我们家没规矩？你马上就要嫁给我了，应当顾全大局。又来这套，拿大皇子来压我，装的好像他根本不屑攀附我们阮家似的。三皇子到！大皇子是元后所出，算是嫡长。三皇子萧衍是继后生的，16岁就在军营摸爬滚打，手里攥着北境兵权，做事铁血手腕。两人在朝堂上早就撕破脸了，他怎么会来？听说镇国公府办喜事，本王路过，讨杯茶喝。武安侯世子好大的威风，刚才在院子外头，居然听到世子在叫镇国公府的大小姐知进退。殿下恕罪，我只是跟南锦聊几句家常。前世可没这一出。既然是聊家常，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，大家随便。嘘，世子哥哥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替我说话？明烟，委屈你了。他不就是仗着投了个好胎，有国公府撑腰吗？你放心，等大皇子当上了皇帝，我肯定能封侯拜相，到时候我一定给你正个平喜的诰命，绝对不让你被他踩在脚下。真的吗？可是太后赏了他封官霞帔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你要是喜欢，等会儿想办法溜过去看看就是了，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捉贼拿赃，现在拆穿不过是2句口角，我要的是他们万劫不复。去把绣楼院子里的婆子都支开，留条道，让江小姐如愿以偿。殿下，大皇子那边的人也太不知死活了，居然敢打国公府的主意。前世我远在北疆，回来时镇国公府已经被满门抄斩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让南雪嫁入武安侯府。太后身边的梁公公应该还在国公府，你去跟他打个招呼。既然有人想唱大戏，那我就帮他搭个最大的戏台。阮南征，这一局我陪你下。果然不见了。小姐，你的嫁衣不见了！什么？太后御赐的嫁衣不见了？不但嫁衣不见了，凤冠也不见。谁这么大胆子？天哪，杀头的死罪！快派人去找！找到了，在那人身上。你是谁？快把大小姐的嫁衣脱下来！世子哥哥，你叫他们放开我！世子哥哥，你说这嫁衣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江明烟，你怎么敢偷穿这身嫁衣？快脱下来！我真的不知道，世子哥哥，我就是想试一试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不过一件嫁衣而已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你就这么放任你的朋友羞辱明烟？我们马上就要成婚了，往后她也是你的妹妹，何必这么斤斤计较？嫁衣穿一下又穿不坏，有什么不妥的？反正你是要嫁给我的，我都不嫌弃，你干嘛这么在意？上一世，他也是一模一样的说辞。难道你爹娘没教过你规矩吗？
谁家新娘子的喜服是可以随便乱穿的？你这么护着她，每次都说她没有坏心思，她不是故意。那她弄坏我娘给我打的首饰，摔烂外祖母给我的生辰礼物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难道全都是误会？现在她偷偷溜进我的房间，偷穿我的嫁衣，你也百般袒护，她到底是你妹妹还是你的心上人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阮姐姐，请你相信明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别捡了，他就是故意当着大家的面要你难堪。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选了这么华贵的嫁衣，专门跑来向你炫耀？谢世子，从咱们定亲到现在，整整2年，每次出事，你都站在江明烟那边，次次都说是我的错，爹娘疼我是我的错，因为江明烟没爹没娘，生在镇国公府是我的错，因为趁得江明烟小门小户，穿戴的好也是我的错，因为江明烟不受你们侯府待见，你母亲不肯给她置办衣裳首饰。这2年，你的指责我听够了。现在我算明白了，你想娶的根本不是我，而是你的表妹江明烟。她身世凄苦，惹你心怜。既然这样，我成全你们。武安侯府和镇国公府的婚事就此作罢。你可以娶她为妻了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咱们的婚事可是太后亲自赐下的，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？你这么心疼他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不想娶她呀？还是说你的心上人另有其人？这是怎么了？梁公公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呀？这凤冠霞帔乃是太后娘娘所赐，却被武安侯世子的表妹弄成这样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太后赏的？今儿早上咱家奉太后娘娘的旨意来给阮小姐送东西，国公爷客气，留我吃个便饭。这才多大一会儿功夫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武安侯府的表小姐刚才冲进咱们小姐的绣楼，不管丫鬟婆婆怎么拦，非要强行穿上身。当时院子里的人都能作证，太后娘娘赏的东西被弄坏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公公可得给咱们小姐做主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可不是你哭2声、掉几滴眼泪就能糊弄过去的。这位小姐，你今天必须给个交代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设局让明烟往里钻。什么故意的？我哪知道江小姐连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。新娘子的嫁衣不能随便穿，这可是5岁小孩都知道的事儿。前世你为了这个好妹妹，害死我阮家满门。今天我就要看看，面对太后的雷霆之怒，你这深情世子爷还能拿什么护她？来人，把她身上的这套衣服扒下来！贱婢，谁让你们动她的？哟，差点忘了，人是世子爷带来的，凤冠也是侯府的表小姐摔碎的，这事儿自然跟武安侯府脱不了干系。你知道跟镇国公府这门亲事是你爹费了多大劲才求来的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今天是下聘的大日子，绝对不许你带江明烟去国公府。你居然偷偷带着她，你想过后果没有？阮南迁一直对我百依百顺，他说取消婚约不过是一时气话，等过2天他气消了，我去哄哄他就行了。母亲，明烟是姑母的亲生女儿，难不成你还要把她赶出去？她这个软弱性子，只有嫁给我，才让人放心。等我成了亲，我就和南征商量商量，把明烟抬做平妻。出嫁从夫，等她进了咱们谢家门，又能怎么样？除了听从夫命，她还想翻出天去不成？别说你姑母已经死了，就算她还活着，
也不过是你爹庶出的一个姐妹，她是绝对不会让你娶明烟的。一切的起因，皆是南征不够贤淑，无法容忍武安侯世子跟表妹眉来眼去，以至于让他偷穿嫁衣，毁坏凤冠，辜负了太后娘娘的一片心意，还请娘娘责罚，允我与谢家退婚。皇祖母且慢，太后明鉴，此事全是误会，是南征气恼微臣平日里多照顾了表妹几分，所以才吃醋故意设的局。果然不死心，还把大皇子拉来当救兵。哼，设局？你是说郑国公的嫡女拿哀家赐的凤冠去设局陷害一个孤女？明艳年纪小不懂事，是南征院里的丫鬟故意敞着门引诱她进去看的。那凤冠也是南征的丫鬟在推扫的时候故意打碎的。我知道南征心里有气，可他不该拿太后赏的东西借题发挥，更不该随口就说退婚。皇祖母，豫州是谢家人，最看重情义。他那个表妹没了爹娘，孤苦无依的，他难免多照顾了些。南征妹妹从小被国公爷娇惯着，一时拈酸吃醋也是有的。都是年轻人斗气，各打50大板就算了。要是真因为小女孩家争风吃醋，坏了武安侯府和镇国公府的联姻，伤了朝堂的和气，那可就不好。三言两语就把蔑视皇位的死罪变成了争风吃醋的闹剧，既保了谢豫州，又暗指我阮家仗势欺人，不懂大局。前世你们就是这般用权势压人，害得我阮家被灭门。今天休想再拿这套说辞来糊弄我。大皇子这话就不对了，新娘子的嫁衣不能随便穿，这可是3岁小孩都知道的规矩，怎么到了谢世子嘴里就成了不懂事？要是退让就是顾全大局，那我阮家的脸面，太后的脸面就活该被武安侯府踩在脚下吗？南征妹妹，你这话就说重了。梁公公去的时候，只看到一地乱七八糟的，内宅里的推推扫扫，谁又能说得清呢？本王说得清。给皇祖母请安。老三，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来给镇国公府做个人证人。谢世子好口才，颠倒黑白的本事，倒比你在骑射场上强多了。三殿下，微臣所言句句属实。属实？昨日在镇国公府后花园的假山后，世子可是亲口许诺你那表妹，待来日封侯拜相，定要给她正个平妻的诰命，绝不让她屈居阮家女之下，还亲口怂恿她穿上嫁衣试试又何妨？原来昨日他都看见了。怎么，谢世子口中的孤苦表妹，就是靠偷穿别人的嫁衣，用尽下作手段来博同情的吗？谢豫州，本王念你平日老实，才信了你的鬼话，你竟敢在此欺瞒太后，简直烂泥扶不上墙！这是要弃车保帅了。好一个武安侯世子，好一个不懂事的孤女，连哀家赏的东西都不当回事，还想拿国公府的嫡女给你们当垫脚石，不分是非，不知死活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那个孤女，哀家就成全你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这等安杂人家配不上阮家的清贵，哀家准了你的退婚，日后定再给你寻一门好亲事。南征，谢太后恩典。谢豫州，退婚只是第一步，你前世欠我阮家满门抄斩的血债，咱们慢慢算。太后娘娘心善，决定成全世子和江明烟的一片痴心，这门婚事从今天起作废。太后娘娘说了，江小姐偷穿嫁衣，打碎凤冠，是规矩没学好，特地派了2位从宫里退下来的管事嬷嬷，专门教江小姐规矩，没学好之前，不许踏出房门半步。不可能，南征怎么会真的退婚？他平时什么都依着我，他心里明明是有我的。不行，我要去问他，我要去国公府问个明白。问？你还有脸去问？因为你糊涂，为了一个不知所谓的表妹，去踩镇国公府的脸面，
你要是真能稳得住阮家，我也不说什么。可现在你闹得被皇家退婚，我看你怎么向你爹交代，等他回来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你以为我为何不让你娶明烟？她若是你的嫡亲姑母所出便罢了，可她母亲当年坏了事，早早就被远嫁。若非婆家死绝了，你父亲也不会点头把她接回来。你为了这样一个不值当的下贱坯子，毁了与郑国公府的姻亲，日后你还能有什么前程？舅母，不是世子哥哥的错，都是明烟不好。我就算去国公府门口跪着求，也要求南征姐姐原谅世子哥哥。是南征跋扈惯了，再耍小姐脾气，我现在就去哄他。阮家是京城第一世家，规门严谨，你何时见他跋扈过？是你自己瞎了眼，被江明燕勾得不知天高地厚。你觉得他可怜，处处护着他也就罢了，偏偏要在下副那天闹出这样的事打他的脸，天下哪有一个女人能忍？你不必在我面前惺惺作态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。今日我便告诉你，虽然太后有口谕让豫州娶你，可太后娘娘没说要让你做正事。舅母，太后娘娘不是说成全我与世子哥哥吗？我不做妾，我不要做妾，求求舅母，看在舅父的面子上，成全我们吧。等你父亲从边关回来，带回姨娘和你树弟，你可要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若没有一个出身显贵的妻族，你还能争过你弟弟？当心这侯府的世子爷换个人来当，我可是管不了的。你想求娶阮家那个丫头？镇国公府的门第自然挑不出毛病，可她到底跟谢豫州定过亲，现在为了一件嫁衣当众退婚，外头都传她跋扈善妒、自甘下贱的名声，怎么配得上你的正妃之位？母后只听流言，却没看她当日不堪受辱的果决。她敢当众掀翻侯府脸面，哪怕单骂名也不肯委曲求全，这般烈性与决断，正是能镇得住王府的主母。更何况大皇子一党近来频频动作，谢豫州蠢钝，为了个孤女，把镇国公府这棵大树推了出去。儿臣此时下聘，与阮家是雪中送炭，既能顺势接手镇国公的人脉，又能断大皇子一臂。于公于私，他都是最佳人选。也罢，既然你看得透彻，懂得借力，本宫便不拦你。阮家丫头这不吃亏的心性，倒也适合做皇家妇。明日，本宫让定远侯夫人带赐婚懿旨走一趟，把下聘的场面做足，绝不给大皇子再留半点可乘之机。南征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知道你是在气头上，气我那日偏袒了明烟，可退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以为大张旗鼓的闹一场对你就有好处吗？世子耳背吗？太后的口谕说的还不清楚。那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气话。大皇子已经答应我去太后跟前求情了，只要你现在跟我进宫，向太后认个错，说你只是一时嫉妒误会了，把毁坏嫁衣的罪名揽下来，这婚事还能算数。别不识好歹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吗？武安侯府是太后娘娘的远亲，你我两家成亲是太后乐意看到的。你任性退婚，国公爷岂不是要跟大皇子和太后娘娘结仇？你忍心让你父亲为了你前途全毁吗？谢豫州竟把无耻当成了筹码，拿国公府的前途来要挟我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我阮家的前程用得着卖女儿来求？老夫今日就活劈了你这畜生！这2年，我与你孤男寡女同游登山，泛舟游湖，满京城谁人不知？若你们今日执意退婚，我出去便说，
我们早有了肌肤之亲。你贴身衣物上绣的是什么花样？我大可随便跟外人编排件。你看这天下人是信你，还是信我？既然我得不到南征，那我就毁了他！我倒要看看，背着这种名声，除了我谢玉州，还有谁敢娶一个不清不白的女人？皇后娘娘懿旨到。谢世子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羞辱本王的未婚妻？镇国公接旨，皇后娘娘懿旨，镇国公嫡女阮南征欲出名门，温婉淑德，特赐婚于三皇子萧衍为正妃，则即日完婚。本王这把剑刚饮过人血，世子若是嫌舌头长，本王现在就替你割下来，还不快滚！请。臣女不明白，我刚退了婚，外头都传我跋扈善妒，殿下位高权重，为什么偏要趟这趟浑水，娶我这样一个坏了名声的女子？名声？本王杀人如麻，名声比你更差。大皇子眼馋镇国公府的势力，本王自然不能让他如愿。这道懿旨确实是本王借势算计了阮家。比起谢玉州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暗地里要毒死我的孬种，他这样把算计摆在明面上，直来直去，倒是顺眼多了。既然是算计，殿下就不怕娶回去一个惹祸精？昨天在假山后，本王全看见了。满京城的贵女，要是遇到未婚夫生了外心，大多是咽下委曲求全。只有你，宁可砸了御赐的凤冠，也要把他们逼上绝路，断得干脆。本王不需要一个摆着好看的贵女，本王要的是遇事敢掀桌子的人。阮南征，你很合适。看着他眼底的野心与坦荡，我心头的防备卸下了大半。殿下倒是直白，只是我脾气不好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正好，本王府里清静，没沙子给你揉。你嫁过来，这王府便是你说了算。小姐，江明烟正跪在咱们府门外，哭着求见您呢。赐婚的旨意都下了，看来这武安侯府还没有死心。妹妹要求见我，来了却不说话，难道是来谢谢我成全你与谢世子吗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表哥不会娶我为妻？明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10岁就被接进了侯府，与谢世子青梅竹马这么多年，武安侯和夫人竟从未没有提过你们的婚事。说起来，武安侯是你的亲舅父，可他都不愿成全你，这又是为何？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出身，可我样样都比京中的贵女做得好。样样做得好又如何？哪位夫人身边的大丫鬟们不都是能管家、能理账，又琴棋书画样样皆通？武安侯府要的儿媳妇长什么样不重要，会做什么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两家联姻，要的是地位、声望，同气连枝，共担风险。你不会以为谢玉州真的爱你爱到不顾一切吧？他是世子，有武安侯夫人在，你这辈子也做不了他的正妻。世子夫人必须是名门贵女，否则他怎么和他那姨娘所处的庶弟斗？难道靠你这个孤女吗？南征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世子哥哥，别取消婚约，我以后一定不与你争了，只求一个侍妾之位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谢玉州说，若你能说服我嫁进侯府，便抬你为贵妾；若你生下一儿半女，便抬你做平妻？你怎会知道？自古负心薄肾的男人皆如此，有何稀奇？若非太后娘娘是侯府的远亲，由皇家降下懿旨，我父亲怎会答应这门亲事？他一直不喜欢谢玉州，觉得他不堪托付，是我瞎了眼，一心要嫁过去。我现在醒悟了，我阮南征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谢玉州，他不配。你回去告诉他，只要他还活着一天，我都不会踏入武安侯府的大门一步。上一世被毒死的剧痛一在眼前，我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怎会再嫁给他？他为了一己私心，
将通敌的伪证递到御前，害我阮家满门抄斩，100多条人命的血债，想让我放过他，绝无可能。妹妹，若你实在想要嫁给他，那只好另想法子了。若你能诞下侯府的长孙，或许侯夫人会心软呢。武安侯最爱面子，你又是他的外甥女，到时就算侯夫人不肯，只怕也没用了。江姑娘回去后，谢世子终于死了心，武安侯夫人得了准话，开始选新的世子夫人了。结果挑挑拣拣1个月，根本没人愿意跟侯府定亲。小姐，你猜最终选了谁？谁？寿康伯府。听说现在的寿康伯夫人是续弦，前头留下的那位小姐爱了他女儿的路，所以跟武安侯夫人一拍即合，当场就把婚事定了下来。你去给寿康伯府下帖，约他们家大小姐来茶楼一回。寿康伯夫人为了给自己的女儿铺路，只怕要将你许给谢玉州了。说起来，也算是我连累了你。这门婚事我已经应下。再说了，无论如何也怪不到阮小姐身上。继母一手遮天，我无人倚仗，不嫁谢家也会被发卖给不知底细的纨绔。武安侯府虽是火坑，好歹有个爵位，只要我手段够硬，一个表妹翻不出天去。早就听闻赵妍儿心思机敏，果真是个沉得住气的。赵小姐确实通透，可那江明烟只怕是有了身孕。我今天来是想送你一个拿捏他们的把柄。江明烟前些日子买了上好的坐胎药，算算日子，此刻恐怕已经怀上了。正妻未进门，表姑娘先怀上庶长子，武安侯府这是想把我当枪使。江明烟想母凭子贵，把这事捂得极严，连武安侯夫人都还不知情。赵小姐要是现在拿着单据去退亲，伯爵府绝不敢拦你。退亲？为何要退？感谢阮小姐提醒，后面的事就交给我吧。得知江明烟有孕，她竟然还不想退婚。阮小姐是极良善的女子，是谢玉州配不上你。我没有父母照应，谢家这个火坑恐怕是不跳不行了。只是我也有一个疑惑，我们素无来往，你为何要帮我？前世绝嗣之苦，毒发之痛尚在眼前，我只是不忍心世上有另一个女子吃我前世吃过的苦。我只是愧疚于牵连了姐姐。既然话已说开，那南征便以茶代酒，预祝姐姐得偿所愿。妹妹这份大礼，我感激不尽。舅父，求舅父做主，与明烟进府侍奉世子。胡闹什么？今天是什么场合？还不快把表小姐拖下去！舅父，明烟已经怀了世子的骨肉，请您允许明烟入府，哪怕做个通房，给谢家的骨肉一个名分吧。你疯了！你说怀了我的骨肉，怎么可能？我什么时候跟你有的骨肉？表哥要是不信，当场请大夫来验就是。上月初8，你因为退婚的事心情烦闷，在书房喝得大醉。那天夜里下了大雨，我去给你送醒酒汤，你拉着我不肯放手，就被你……我不敢声张，怕坏了侯府的名声，影响表哥一亲。可后来我发现月事迟了半个月，偷偷去外头找大夫打脉，才知道已经有了身孕。表哥，这可是你的长子啊！求表哥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给我一条活路吧！荒唐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刚定亲，世子就闹出跟表姑娘珠胎暗血的丑闻，你们武安侯府真是好算计啊！婚书都已经写下了，等过了今天，我女儿就是想退亲都不行了。武安侯戎马半生，最重脸面，前次被镇国公府退婚已是奇耻大辱，如今第二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出这等丑闻，简直是拿着刀子在戳他的脊梁骨。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，这门亲事不结也罢。还有你，你办事就是这么不用心。
你都没有查清楚谢家的底细，就急吼吼的给大姑娘定了亲，人还没嫁过去，庶长子都揣在肚子里了。这事传扬出去，满京城的人还以为我们伯爵府苛待女儿，故意把她往火坑里推。我不信，侯夫人，你这是故意打我们家的脸！来人，去请大夫，去太医院请。今日就在这喜堂上，好好给这位表小姐诊诊脉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侯爷，绝对不能让大夫来！真要是当众查出喜院，我们武安侯府的名声就彻底烂透了。别说亲事，只怕连世子之位都保不住。夫人息怒，这件事若不解决，豫州固然没脸，可更替已换，贵府大小姐的名声难道就好听了？哎呀，让诸位看笑话了！贵府的小姐金枝玉叶，我们谢家怎么会干出这种没规矩的事儿？绝对没有什么庶长子。明烟这丫头呀，前些日子因为偷穿嫁衣做错事，被太后娘娘派来的嬷嬷狠狠教训了一顿，关在院子里是满嘴的胡言乱语，当不得真。管家，给各位客人赔罪。去后院，给我熬一碗落胎药来。舅母，不要！我肚子里怀的可是您的亲孙儿啊！他肚子里是武安侯府的长孙。伯爷，夫人，这贱人瞒着我们爬床，怀了苦肉，想要借着这孽胎进门，谢家绝不允许这等败坏门风的事发生。哼，这事确实是我们谢家管教不严，对不住大姑娘。若是大姑娘还肯嫁进来，我们侯府愿在今日的聘礼之上再添3成。不仅如此，城东那2间最旺的铺子一并记在大姑娘的名下。至于那个孽胎，绝对不留，绝不让大小姐进门受委屈。哼，这胎自然是留不得。但这贱人今日敢在喜床上闹这一出，心思何其歹毒！留下她，只怕是个祸害。当然，她毕竟是你们侯府的表小姐，侯夫人心慈，也不能真要了她的性命。不如趁着今日，直接给她灌一碗绝子汤。就算她日后凭着狐媚手段再得宠，也绝不能生养。只有彻底断了她的指望，我们家姑娘嫁过去才能安心。我们家姑娘也不是嫁不出去的，侯夫人，您说呢？绝子汤这等阴损手段若传出去，谢家的名声更不好听。可若不答应，这门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亲事就彻底完了。舅母，我求求你，这可是您的亲孙儿啊，是谢家的长孙，求您留他一条命吧！我愿意做通房，愿意当奴婢，一辈子伺候大小姐，求您别杀我的孩子。世子哥哥，你救救他！你说过会护着我的，你说过只爱我一个人的，这是我们的孩子啊！你开口求求舅母，求求他们！若是这门亲事毁了，父亲恐怕要改立庶弟为世子。滚！世子又去那个狐妹子的院子了。我不稀罕，因为这桩丑事，祖母逼着继母10里红妆送我出了门，嫁妆在手，我底气变足了。只要侯府规矩森严，安杂事别惹到我头上，我乐得做个清静的世子夫人。我们可以用假怀孕做饵，然后引蛇出洞，等她自投罗网。嫁妆是底气，但这个局才是我的刀。
明烟给主母敬茶。会咬人的狗不叫，被生生灌了药、断了所有生路的女人，看着越是温顺，心里的刀子便磨得越利。夫人刚嫁进侯府，正是跟夫君恩爱的时候。表哥若总是歇在我这儿，夫人难免委屈。我和夫君的日子还长，等夫人有了身孕，伺候不了夫君了，你再来陪明烟也不迟。明烟，你放心，我定不负你。还是世子夫人手段高明，将这狐妹子调教得服服帖帖。三殿下到。南征，你如今过得可好？若当初我没有意气用事，这般风光站在你身边的，本该是我。谢世子自重。王妃的闺名，也是你配叫的。谢玉州，是谁给你的狗胆，敢来惊扰本王的未婚妻？带着个没名没分的通房来赴宫宴，武安侯府的规矩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恭喜世子夫人，你已经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。夫人有了，真是雪中送炭。赏。微臣谢太后恩典。妾身去给夫人准备今日的晚膳。等小世子出生了，姨娘要多过来玩呀。你没有孩子，就帮我带孩子吧。多谢夫人恩典。不好了，夫人早产了！侯夫人，世子，夫人像是吃坏了东西，母体衰竭，血崩不止，如今只能保一个，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小。世子，是为公子，但在娘胎里憋了太久，已经咽气了。夫人她也去了。
笑什么？我笑你断子绝孙，我笑你谢家遭了报应。世子不知道吗？生孩子就是会死的。我的孩子被你们生生打下，成了一滩血水。现在这院子里的女人和孩子自然也都要死。毒妇，是你害了妍儿和我的弟子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世子以为我每天只在夫人的汤里下药，你以为我为什么天天晚上伺候你喝甜汤？我早就在你的汤里下了绝嗣的药，你这辈子永远都不可能再有孩子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你怎么会没事？我若是不做一场戏，怎么能让世子亲耳听到你是如何谋害主母，又是如何断了谢家香火的呢？来人，把这谋害侯府长孙的贱人绑了！被自己最爱的人绝了子嗣，世子这表妹还真是对你情深似海啊！你这个毒妇！你早就知道他给我下毒！建章30年的深秋，我与三皇子萧衍的大婚如期而至，10里红妆铺满了京城的长街。前头酒宴喧闹，我特来后院讨王妃一杯喜酒喝。侯府的事都料理干净了，老侯爷夺了谢玉州的世子之位，江明烟被挑断手脚筋扔进家庙，没熬过出血就断了气，扔去了乱葬岗。前世你给我下毒，说要把破席子把我扔到京郊荒地，如今草席裹尸的下场却落到了你最爱的人身上。那谢玉州呢？他成了绝嗣的废人，被扔在城外的庄子上，却还死死吊着一口气，做着春秋大梦。他满心盼着大皇子能入主东宫，好接他回去享从龙之功。可惜他不知道，三殿下雷厉风行，早把大皇子结党私贪没军饷的铁证递到了御前。大皇子被夺了封号，发配苦寒之地，终生不得回京。庄子上的下人把这消息当笑话讲给谢玉州听，他听完呆坐了半晌，知道自己这辈子再无翻身的指望，一口急火攻心，猛地呕出好大一汤血，连大夫都没来得及请，当晚便咽了气。姐姐还要节哀才是。节哀？我是解脱了才对。妹妹不知，老侯爷虽然不喜谢玉州，却对嫡长孙疼得不得了。前几日还开玩笑说自己宝刀未老，未必等不到孙儿成年。王妃当日茶楼一言，点醒了局中人。若非您提点，我断不能杀出这条路来。我今日来，一为谢恩，二为道贺，愿王妃与殿下百年好合，岁岁无忧。你我皆是女子，命不由人。我也只不过不甘做别人案板上的鱼肉罢了。为了看你穿上它，我等了2辈子。原来如此，退婚那天他从天而降，对大皇子一党连根拔起，根本就不是巧合。前世我从北疆杀回京城时，只看到了阮氏一族的满地鲜血，南征，那已是我来迟了。原来曾有人为我斩下仇人的头颅，又求来了这重逢的今生。殿下前世的恩情，妾身今生慢慢还。真好，那腐朽逼仄的梦魇终于被彻底埋葬，而我和他还有无限的可能。